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主要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 ChatGPT Atlas，就是 OpenAI 最近推出的一个全新的 AI 浏览器。那当然，其实像这样子的产品呢，在市场上已经有了，包括像前几个月我们才刚分享的，就是 Perplexity 出的这个叫 Comet 嘛。那现在 OpenAI 自己也出了一个这样子的浏览器，我们今天就会来研究，就是到底它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是它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还有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一个工具是不是应该推荐给大家，或者是大家是不是应该去尝试使用，或者是它会对未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你可以先做准备的。当然，我们最后也会聊的就是 OpenAI 它自己的这个商业策略的考量，为什么它会想要在这个时候推出这样子的一个浏览器，它其实想要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还有就是它对标的竞争对手会是谁，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会聊到的一些主题。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我最近自己的一些个人心得啦。那其实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就是我太太会定期的带我们家人呢去附近的公园去放松这样子。那昨天的活动就比较特别，就是我们去到了一个公园，但是公园里面是有蛮多棵树的啦，就是它其实比较偏向一种森林公园的感觉。然后我们就在那里的时候呢，他就想要让我们去尝试一下，就是如何在森林里面去放松自己，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活动是能够让你跟大自然有更多的连接。最重要的东西是你能够放下你的手机，或者是能够去转换自己的思绪。他简单来讲，就是他带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活动，然后这个过程中当然也是非常享受，而且是真的好像也蛮久没有可以真正的放下手机了，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session 这样子。那这个过程中呢，就有一个蛮独特的东西，就是因为当你真正的放下手机，你变得无聊，你就会开始去观察，你会开始真正的打开你的心去观察这个周围的东西。那当然，我们就在观察像这样子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树啊、一些草啊、一些叶子啊、落叶啊，或者是大树啊，它们的一些细节。那就在观察的这过程中呢，我其实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体会，就是我突然间发现到我自己是不是太过于专注在某一些细节上面了，而导致我忽略了整个很大的一个蓝图。比如说，就是我们讲的一个 big picture，我是不是忽略了这个 big picture，而太过执着在某一个细节里面？这个是我其实昨天在观察大自然中自己得到的一个心得，这样子我就发现到，其实很多时候，不管是有人对我说什么样的话，或者是有人叫我做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是我自己当天得到的一个比如说一件事情的发生，我得到一个结果，我就会想要去让自己变得更好嘛，我就一直很执着在我想要改变这个结果，或者是我想要调整这个东西，或者是我想要调整这个我获得的资讯，那我就会很执着在，比如说 A 事情发生了，我就会很执着在 A 事情里面的某一个细节里面去探索，或者是我想要改进 A 的这个流程，我就会很执着，一直想要改进。这个 A 的流程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是我可以做的？关于 A 的细节，一二三四五六啊，有什么是我东西可以做的？但我就发现到，昨天我得到的一个心得就是，其实你不应该是完全的呃。只是专注在 A 这个事情里面，因为它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从一个更远的思维或者更远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你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就是你会发现到，其实你在执着在这个可能我刚才讲的这个 A 或者是 A 里面的一二三四五六都是没有意思的，因为从其他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本身就是会导致这样子一个 A 的结果。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跳出来，从其他的视角去看这个东西的话哦，我就发现到我自己想要解决问题或者想要处理某个问题的时候哦，我就无法找到我真正想要找的答案。就是我发现到我付出了很多的心力，或者是我很认真的想要找到答案，但是还是找不到的，因为所有答案其实都不在 A 身上。就是所有的事情的发生呢，都是因为你跳出了这个思维之后，你会发现到其他跟它有相关的东西，它们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因果的效应呢？这些才是导致于这个 A 的东西会产生。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改进这个东西，其实你不只是要观察 A，而是应该观察 A 以外所有跟 A 有连接、有关系的一些东西。就是实际上，我觉得要观察的是整一个系统，而不是只看某一个单一的事件的发生，而是去看到底这整个系统当中有什么样的东西它 trigger 到了这些事情的发生，最后演变成 A。那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值得去观察，或者值得去调整，或者是里面的某一个环节，可能你刚好调整了之后呢，可能这个 A 的这个事情就再也不会存在，或者是就非常迎刃而解了。所以这个是我这个星期得到的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关于 ChatGPT Atlas 嘛。那就是 OpenAI 最近的动作呢，非常非常的频繁。就是大家可以看，我们最近上个礼拜才讲到 OpenAI，这个星期又是 OpenAI，而且它又再推出一个新的产品。
我记得在前几个月之前呢，我对他 OpenAI 这间公司的一个评价，就是我觉得当他们推出 ChatGPT 5之后呢，让人家感觉有一点点力不从心，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子持续的垄断市场，或者是持续的推出一个让大家震惊的一个产品。当时候这个是我对他的一个看法。不过呢，在他这几次的一个动作当中呢，我就意识到他可能想做的不只是这个事情，就是之前大家会把 OpenAI 定义成一个他想要做的东西是最强的一个 research， 或者是他想要推出一个能够颠覆世界、最接近 AGI 的一个产品，最接近 AGI 的一个 AI 的一个model，这个是大家对他的一个期待嘛。但是我觉得现在如果你稍微换一个心态的话，他其实想要做的东西是一个完整的产品的一个生态，就是他会持续的推出更多不同的产品，这些都是结合了他自己有的 AI。我觉得某个程度上，他发现到可能在 AI 的突破上面没有办法那么快的进行，但是呢，在商业模式跟在生态构建的这个情况下面，跟在能够让用户使用到更加好用的这个工具上面呢，它是有更多的玩法，或者是有更多的东西是可以做的。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最近可以看到它有这么多不同的一些行动，而且这每一个行动或者是每一个更新，或者是每推出一个新的产品呢，都是由不同的产品团队去做的。所以当然是它的人才现在也很多，它有很多不同的团队能够去 build 不同的产品，加上现在可能是因为它自己就是最强的一个 AI 模型，所以它可能在背后用了很多 AI 去做编程、去做 coding， 去帮助他们很快速的能够把这个产品给推出市场。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让人家非常惊艳的东西，就是这间公司竟然能够这么快的推出不同的产品，而且如果每一个产品照以前的速度呢，可能都要花个好几年才能推出，可是它却能够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面连续推出了2、3个，甚至是想要颠覆别人的行业或者是别人的赛道的一些产品。我发现到他想要创新的东西会更加是属于他的产品层面，或者是工具层面，或者是他想要构建一个整个的一个用户的一个生态链，就是所有用户不管是从哪里进来，最后都是停留在我这个 ChatGPT 或者是我的 OpenAI 这个公司的产品里面。那 ChatGPT Atlas 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呢？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浏览器，加上了一个 AI 助理，加上了 Google Search， 它融合了这3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产品。那我们先看一下这3个东西啊。第一个东西是浏览器嘛，浏览器 browser 就是我们可以更加简单的把它理解为，这个是我们能够接触一些网络，或者是这个是我们能够接触互联网世界的一个工具。有了这个东西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开始去接触互联网上面的所有的资讯，或者是现在大家推出了不同的 software， 全部都必须经过这一个浏览器呢，才能够让你达到这些地方。不管是你是要使用 Canva， 或者是你要打开 Google Drive， 你要使用 Google Doc， 或者是你要做 Google Search， 你要查询资讯，你要去看报告，你要去看新闻，你要去看网络上面的资讯，你要打开 Facebook， 逻辑上都必须从这个 browser， 也就是从 AI 浏览器去开始这个所有的行为。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那既然这个浏览器是我们每天都会在使用的东西，包括像我自己呢，是我可以讲，我真的是每一天一定会非常大量的使用浏览器，因为现在所有 AI 工具都是从这里去出发的，加上我有很多的其他 software 也是从这里去打开的，所以我实际上用这个浏览器的那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所以它在这个时候呢，加上了一个 AI 的助手之后呢，它就能够用 AI 的方式呢，让你的整个浏览器的体验变得更好，变得更快，或者是变得更加方便，或者是能够直接帮你做出一些行为。所以这个就是最主要的差异。那当然，最后一个东西就是 Google Search 嘛。其实 Search 跟这个浏览器呢是非常绑定的一个产品形态，因为呢，你打开浏览器之后呢，第一件事情你想要做的就是搜索。那如果今天 ChatGPT 一直以来它都是想要颠覆 Google Search 的话，那对于他来讲，把他自己的 ChatGPT Search 或者是 ChatGPT 的这一个对话的方式，帮你完成任务的方式，帮你做搜索的这个方式，放进这个浏览器里面，变成这个浏览器的首页，就会变成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个也是 ChatGPT Ella 主要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今天呢一样是在使用我的浏览器，但是现在呢有了这个 AI 助手的这些功能，同时间呢我的入口呢，就是我一打开 ChatGPT Ella 的这个浏览器呢，我看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一个 ChatGPT 的一个 search bar。那这个 search bar 呢，就是呢 ChatGPT 想要让大家能够接触互联网资讯的所有东西的一个入口。那说到这里呢，它其实本质上跟我们前几个月在聊的这个 Perplexity 的这一个 Comet 呢，它这个产品基本上是可以讲是完全的一个竞争对手，或者是完全一样的。就实际上，其实现在在整个 AI 的 browser 的这一个行业里面呢，的确是有好几间公司不断的想要挑战 Google Chrome 的这个地位，而且大部分都是从 AI 的角度，就是他们想用 AI 的方式呢，去颠覆 Google Chrome 的使用方式，去抢占 Google Chrome 的这一个地位，所以就会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新的一些 browser 正在推出，他们其实都是
是想要抢占 Google Chrome 这一个入口。所以本质上来讲，他们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他们想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呢，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所以如果你了解了之前的 comment 是怎么使用呢，其实你了解 LS 上面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它 ChatGPT LS 第一个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Search Bar。那这个 Search Bar 呢，ChatGPT 自己把它定义成什么样的一个使用方式呢？首先呢，在我自己体验 comment 的这个过程中，我自己感受到的东西就是，一般上一个 Search Bar 出现，或者是当我想要做任何事情的开始呢，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首先呢，会有几种不同的任务类型。第一种，当然就是我们每次在讲的 ChatGPT 的类型嘛，就是我今天有一个问题，我想要被解决，或者是我有一些疑问，我需要去询问，或者是我需要这个 AI 帮我了解了我的意思之后，去帮我做搜寻，帮我上网去找搜寻，给我一个答案。所以像这样子一个 Answer Engine 的一个模式呢，或者是一个回答问题的一个模式呢，这个我们可以叫做对话框嘛。所以这个就是 ChatGPT 本来就在做的事情。所以当然，今天在这个你打开了 LS 之后，你还是能够做到一样的东西，就是这个 bar 是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任务的。但同时间呢，还有一些情况是，比如说我打 Google.com 或者是我打 Facebook.com， 实际上我是不需要去认识什么是 Google 或者什么是 Facebook 的，我只需要这个网站或者是这个浏览器能够快速的帮我到达我要去的这个地方，我要去的这个网站。比如说 TikTok.com 我打开，我就是想要最快的能够去到这一个网站上面。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 ChatGPT 问答的形式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会开始跟我讲什么是 Google.com， 他想要理解我你们 Google.com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他会给我一大篇幅的一个答案，但它就不是我需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ChatGPT 来做的事情就是所有的搜寻呢，你只要一按下搜寻之后呢，它都会出现大概好几个不同的 tab。就第一个 tab 当然就是我们讲的问答的方式嘛。那如果今天不是问答的方式，第二个 tab 呢，它就是一个 Google Search 的一个界面，它会帮你根据你 type 的这个东西呢，优先顺序出现一些网站的列表。那基本上通常第一个，如果你打得很准确，当然了，比如说你打一些 Facebook.com、Google.com 这些是很准确的嘛，它是会直接的让 Google.com 出现在第一个的。甚至有一个可能性是一些你之前去过的网站，或者是当你在做这个同样的一个 bar，我现在讲的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 bar，你没有做任何事情，但是这个 bar 会尝试理解现在你的任务的不同，给你不同的资讯。所以你比如说你 search 的是一些你之前进过的一些网站，那它就会直接，甚至直接你要 enter 的过程中也不会出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情况，它会直接帮你去到那个网站。那如果今天还没有去到那个网站，它才会出现我们刚才讲的，它会出现好几个不同的页面。第一个页面就是回答问题的方式，第二个页面就是一个Google Search 的一个所有 link 的一个排序的方法，再来可能是 YouTube link 的一个排序的方法，能够让你看不同的影片，或者是最后一个它是一个照片的一个列表，就是它会根据你 search 的这个 terms 呢，它把所有相关的照片都放出来。所以简单来讲，它其实就是一个好像 Google Search 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就是以前你在 Google Search 框 search 之后呢，最后你得出来的东西也是很类似的，它只是在前面加了一个最新的，就是一个 AI 的问答方式，这个是本来 ChatGPT 自己最擅长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它其实是很完整的了解用户在使用这个浏览器的这些习惯，或者是本来我们在使用浏览器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它其实是都有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整合。同时间呢，它自己是 ChatGPT， 它会觉得使用 AI 的方式去真正了解你会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实际上在 OpenAI 自己的定义当中呢，它一直以来都把 ChatGPT 当成是一个人类的一个最需要的一个 AI 助手，它想要成为一个最了解你的一个 AI 助手，不管你想要做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找到它帮你去完成，帮你去解答，帮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它是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一个 AI 助手的。再来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叫做 Ask ChatGPT。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 AI 的助手呢，随时在你旁边，跟你一起看着你同一个画面，跟你一起做你需要做的一些任务。所以概念上就是我在可能浏览某一个网页，或者是我在开着 YouTube 影片的同时间，我可以调出我的这个 AI 的这个助手，它会直接出现在我的网页的旁边。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开始像去跟 ChatGPT 聊天一样，但是差别是我不管是要做 copy paste， 或者是我想要问关于这个网页里面的资讯呢，都是非常的快速，非常的简单的。这个东西其实跟之前 comment 的用法是一样的。那我可以做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像 YouTube 影片，我在看着 YouTube 影片的同时间，我直接让它在旁边帮我 summarize 所有的一些这个影片的一些重点，它会直接帮我列出来。所以比如说今天我看的是一个可能1个小时的一个 podcast， 非常长嘛，这个时候可能我会直接看它帮我生成的这些摘要，我就可以离开这个影片，我就看完了。或者是我会让它去到我想要去的一个比如说我想要看这一段在哪里，它会帮我跳到那个页面去。这些都是一些基本 AI 可以做到的东西。Comment 也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但目前为止ChatGPT Ella 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失误，有时候又做得到这样子。它的那个稳定性可能是因为刚推出不久，它的稳定性目前为止还是
我自己觉得没有到太好啦，但是我觉得它会持续的优化这个部分，像这些帮你做摘要啊，或者是帮你搜寻更多的资讯啊，或者是帮你去到你要去的那个页面，帮你点到你要的页面，或者是帮你跳到那个 YouTube 的某一个时间，或者是帮你打开一些之前的一些 tab，这些都是这个 ChatGPT 很适合做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旁边的一个助理，它可以做到的东西，跟我觉得它未来一定会做好的一些东西，所以这边开始就是 AI 浏览器跟普通浏览器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可以马上感受到跟之前有的一些不同。那一些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像是 Google Doc， 或者是你在写 Gmail 的时候，尤其是偏向 Google 的一些例子，尤其是 Google 的写作的例子，可以感觉到 ChatGPT 的很多的功能，就是想要颠覆大家不去使用 Google 而使用它。所以概念上就是，比如说我在 Google Doc 我在写字的时候呢，它会在旁边跳出一个 ChatGPT 一个 logo，这个时候我可以直接按这个 logo，让 ChatGPT 它就跳出一个小的一个搜寻框，那你就可以做的东西就是直接让它帮你在这里直接帮你在 Google Doc 里面直接帮你写成你要写的一些文字，直接帮你写成一个 article 出来，直接帮你写成一些资讯出来，直接帮你写一个 email 出来，直接帮你写一个 announcement 出来，在这 Google Doc 或者是在 Gmail 的这个打字的地方，它会直接的帮你做这些事情。或者是比如说像我前几集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会让他去到 Calendar 里面帮我看一下这一个目前为止，我什么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行程，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空档，我会让他直接帮我去查，所以 instead 我自己去查那个资讯呢，我能够直接问他，他会直接帮我去找到我的 Calendar 里面的一些东西来告诉我，甚至是可能是我有遗漏，或者是比如说我在读 Gmail 的时候，他会直接告诉我什么样的资讯是目前为止最着重 priority 你需要去解决的，什么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或者是它是一些广告的一些，我可以让他去读所有可能近10天来的所有的 email， 比如说我现在有很多的 email 是还没有读的，他会直接告诉我重点。那还有什么呢？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写 email 的一个例子。那我们刚才讲了，今天比如说我想让 AI 帮我写 email 呢，基本上有几种做法。第一个做法呢，就是我打开 ChatGPT 之后呢，我会在我的旁边打开 Ask ChatGPT 的这个助理嘛，然后我就会跟他说，你看到我这个界面，现在这个人有这样子的一个 email，请帮我回复。他就会在旁边帮我写成一个回复，我就可以直接去 copy paste 进去我的那个 Gmail 里面，直接做发送。这个对我来讲是目前的最快，或者是最有效率，而且是我觉得那个风险是最低，成功几率最高。但是呢，它还有其他的用法，是像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也可以在那个Gmail 的直接在打字的那边直接按那个调出那个小的 ChatGPT 的 logo， 直接调出一个小的ChatGPT， 直接让它帮我在里面去做写。但是呢，这个我体验下来是有时候用得到，有时候用不到，或者是它用得到，但是还要等很久。可是如果你是ChatGPT 旁边的那个助理的这个功能呢，它是很快的能够帮你把答案弄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一大的差别。再来呢，所有的 AI browser 都会强调一个叫做 Agent Mode， 简单来说就是你现在连电脑都不需要使用了，你手可以完全离开，它会直接帮你去做你要做的东西。所以我自己的心得体验下来，我就用这个 Agent Mode 呢，去让它帮我去写 email， 结果非常非常的糟糕。他在帮我使用的过程中呢很慢，我叫他帮我像刚才那个同样的任务嘛，我让他帮我看这个 email 帮我回复呢，他大概要花一个5到10分钟来完成这个事情，而且中间也需要很多我的介入。那也有很多人尝试，比如说让他去买东西呀，或者是让他去苹果商店直接买一个 iPhone 呢，有很多样的这些结果呢，都测试目前为止现在可以感觉这个 Agent Mode 是非常非常笨的，或者是我自己的心得就是非常非常笨的，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功能，然后很多东西还做不到，所以看起来很炫酷，就是大家应该去体验一下很炫酷的感觉，就是你没有在做任何事情，你的电脑在帮你动起来，但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你可以看到他很认真在思考、做推理，然后去把每一个动作执行，但是非常缓慢，效率非常低，还不如你直接按2个按钮就直接按到了。所以这个是目前为止 Agent Mode 的一些局限。当然，你从较远的角度来看，这个 Agent Mode 一定是 AI browser 以后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它能够真正颠覆大家在使用 browser 的一些环节，比如说可能我现在做工做到一半，我可能去休息，或者可能去吃个午餐的同时呢，我可以用 Agent Mode 继续帮我做好更多的东西，或者是帮我做好更多的 research。等我回来的时候，所有的 research 能够直接摆在我面前，我能够继续做我的事情。不管是 OpenAI 推出的这个 Atlas 或者是 Perplexity， 他们其实都没有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目前都是一个不完整的产品，他们就让它上线了。当然，最主要的东西就是要抢占用户的一个使用时间，或者是抢占 Chrome 的这个市占率嘛。而且他们也相信，即使没有这个完整的功能呢，在其他的部分也能够给你一个很好的体验，所以能够让你先把你的使用资讯或者使用的一些行为先转移到这里来，然后慢慢的跟你越来越好，或者是慢慢的经过技术的迭代，经过 AI model 的进化之后呢，这个 Agent Mode 最终
能够很好的变成一个杀手锏的一个功能。这个是我觉得目前为止所有在做 AI browser 他们的一个做法，或者是他们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布局啦。这边也要讲到另外一个东西是 OpenAI 特别强调在执行的，就是之前还一直提到的 memory 的模式。简单来说，就是现在 ChatGPT 不只是你在打开 ChatGPT.com 之后呢，你再去问它的一些问题，它才能够记得你所有的这些记忆。但是呢，现在的东西是我即使是在浏览网页，我即使是在打开某一个页面，或者是我想要打开昨天的一些 history， 或者是我想要让这个AI 帮我做某件事情，做某样事情，全部都因为是去到同一个 ChatGPT 的 account， 然后同时间都去到了这个 memories 的这个功能里面，所以可以想象的东西就是 OpenAI 一直以来他想要做的嘛，像我们前面讲了很多次，就是想要成为人类最佳的这个 AI 助手。所以只有这个东西更加的了解你，在更多不同的情况下面，在不同的使用情境下面更加了解你，他最后才能够做到最好的一个 AI 助手。所以这个是 OpenAI 很明确的一个方向，就是你在使用 Atlas 的时候，你是把很多的使用数据会进入你的 ChatGPT account 里面，进入这个 Memories 的功能里面，让 ChatGPT 变得更加了解你。下次可能你话都只说到一半，它能够帮你完成任务。这个是 OpenAI 对这个 Atlas 或者是对整个 ChatGPT 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他们正在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一步，跟其他的 AI browser 的差别在这里。那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些商业模式的一些分析。那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ChatGPT 它推出了这样子的一个 Atlas 浏览器，它实际上想要改变什么，或者是实际上它在做的这个行为背后想要做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其实我可以感觉到 ChatGPT 目前为止，或者是 OpenAI 目前为止很想要做的一个东西，就是它想要占据所有这些产品生态的入口。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想要做任何的一些行为，或者是想要使用任何的一些工具呢，基本上你在使用之前，你都一定会需要经过一些入口，才能够真正让你去开始使用那个东西。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今天想要去了解互联网的一些资讯，我能够做的东西就是我一定要有一个浏览器，我才能够真正的 access 到互联网上面的所有的资讯。所以今天的 OpenAI 就做的事情就是，那我就在这里变成你的入口。如果今天大家都转过来使用之后呢，就会变成是我就占据了这个入口，所以我就能够直接决定了什么样的 search 或者是什么样的网站是我需要让你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他想要占据整个生态的入口，包括像我们之前说到 apps in ChatGPT， 最主要他就想要占领这个 App Store 的这个入口。我今天想要用我的手机，或者是我想要使用任何的一个很好用的一些 software， 很好用的一些工具，我都需要经过这个入口才能够使用。所以更加笼统的来说呢，OpenAI 做的事情呢，就是在各个产品不同的形态，或者是用户不同的使用行为的这些地方呢，全部都在它的入口上面呢，给出了一个更好的一个产品的选项。因为它想要颠覆，就是本来占据着这个产品的一些拥有着最高的这个话语权的一些公司，所以它就不断的往前。一开始是做 ChatGPT.com，让大家进来之后都能够很好使用，但是他发现到现在我再更往前一步，我去到浏览器，所以今天呢，只要用户打开了这个浏览器呢，第一个东西就是我 ChatGPT.com 的所有的细节了，所以也不需要再跟大家争论任何东西，就是我了。然后所有其他的互联网的一些资讯呢，都需要跟我去做绑定了。现在所有互联网的资讯都需要被我推荐，由我来决定谁会被推荐，由我来决定什么样的资讯会出现。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得出，他的野心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有这样子的一间公司，竟然不断的想要挑战每一个不同行业的一些领头羊，而且这些领头羊都是一些最强大的公司 ，Apple、Google， 全部这些公司都是他想挑战的一些公司，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OpenAI 自己的野心。还有就是在这么多年之后呢，在这个科技行业或者这个互联网的行业呢，似乎大家的做法都是一样的，它似乎从来没有变过。就是Google Search 的这个入口是非常重要的，浏览器的入口是非常重要的 ，Device 的入口是非常重要的 ，App Store 的入口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东西似乎过了20多年之后，似乎完全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一些新的挑战者。并没有因为 AI 而出现一些完全颠覆性的使用模式，或者我们不再使用可能 device 了，我们接下来会跳过它，会使用某一个东西。实际上可以感觉到这个东西它似乎没有完全的成立，而只是在本来的一些商业模式，就是已经被认真是最好的商业模式，被认证是最好的一个商业入口的地方呢，ChatGPT 想要去抢占这些地位，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最后总结呢，像这样子的 AI browser 呢，可以感觉到就是目前为止很多的一些新创公司也好，或者是包括 ChatGPT，甚至是 Perplexity，甚至是谷歌呢，其实大家都是在处于一个百家争鸣，就是会有更多的产品推出，或者是会有更多人在这边持续的做出创新，因为大家觉得浏览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而且他们都看见同一个事情，就是在 AI 这个时代呢，浏览器应该要能够更加容易、更加有效率，或者是更加方便的被大家使用。浏览器的体验上面呢，应该要能够变得更好，所以这个都是目前为止很多公司在努力的方向。那这样子的一个 AI browser 呢，最主要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大家只需要牢记这3个最重要的重点。第一个东西就是它要做的东西，就是能够让你更快的去到你要去到的地方，不管今天是一个网站，今天是你要获得的资讯，今天是你要去到机票的一个价格，它就是能够更快的去到你要去到的地方，能够让你更快的获得你需要的知识，更快的帮你整理出来更多的知识，让你更好的完成学习，更有效率。更快、更完整的完整学习。最后一个功能呢，则是充满未来感的这个 Agent Mode， 也就是使用 Agent 的方式，直接帮你执行某一个任务，完成某一个命令，直接让你在不需要动电脑或者是不需要动滑鼠、不需要动键盘的情况下面呢，直接帮你操作完成整个任务。那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呢，我自己觉得是现在也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因为就是现在所有的厂商百家争鸣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会推出优惠，或者是大家都会很努力的抢占市场，努力的做出创新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的建议会是大家应该去试用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包括 ChatGPT Atlas 啊，或者是 Perplexity 的 Comet 啊，大家都应该去试用，体验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下个时代的一个浏览器，它应该是长成什么样子。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未来性的一个产品呢，有更多的一些了解，这样子等到这个产品真正的成熟之后呢，就能够更加方便的使用，或者是能够持续的使用。像我自己呢，也在逐渐的改变我在使用浏览器的一个方式，有很多的东西的确是加入 AI 之后，其实可以被更好的完成，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最想看见的东西，就是 AI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或者是竞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我还是会期待，就是接下来 AI 的市场呢，会推出什么样更加好玩的一些产品，或者是更加能够提升我工作效率，或者是更加能够让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一些产品。那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分享，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拜拜。